Hello，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极简主义。那在中文里面呢，主义的意思就是表示一种成系统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学说。那就好像在英文里面 ISM 这个后缀意思是一样的。那比如说在中文里面，我们还可以说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等等。那极简主义里面的简呢，就是简单的意思，然后极呢是表示最高的程度。那极简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最简单的意思。那有可能你们可能还会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极简主义者。那者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呢就是人，我们在主义后面加上一个者呢，就表示相信并且奉行这种理论的人。极简主义最早呢是一种艺术风格，后来呢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生活哲学。最近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叫极简主义。那在片子当中讲述了两个在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在美国各地推广极简主义这样一种思想。大家注意一下，我说在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那其实成功人士我觉得是比较难定义的。那什么是成功人士呢？或者怎么样的人才能被叫做成功人士？就是都不好定义。所以呢，我说在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或者说在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那可能就是拥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然后拿很高的工资，有房子有车子等等，或者每年呢都可以出国旅行，或者呢有完美的家庭这样子。那就是这样两个在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拥有就是大家羡慕的一切。那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觉得快乐，一直等到他们发现了极简主义这样一个理念，他们才开始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吧。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们想要在美国各地宣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理念。那这样两个成功人士呢，他们可能有很多钱，所以呢他们就用金钱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白吧。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心呢都不是满的，都会有各种空虚。那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东西用物质来填补这些空白。那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物质呢，可能是衣服啊，或者是家里的各种小装饰品啊，或者是各种小家电。女生呢可能还会买化妆品、首饰等等。那这些外在的东西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吗？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家里确实是越来越满了，但是自己的心里却没有。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就开始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丢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只留下那些必须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向大家展示了他自己的家。在他的家里呢，真的非常的简单，只有一些椅子啊、桌子、床等等，就是非常简单的物品。但是这些物品呢，都是必须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家里，
有多少东西是你经常使用的呢？有多少东西是你很久都没有用的？或者有多少东西是你买来以后就没有用过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读小学之前吧，我的家很小，大概只有10几个平方这样子。那当时呢，就觉得家里地方太小了，然后东西不够放。后来呢，我们就搬到大一点的公寓，大概是2室1厅。但是很快呢，我们就发现家里又被填满了，所以我们又觉得家里还是不够大，东西不够放。那再后来，我们搬到了更大的屋子，有2层楼。但是现在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你还是会发现，每个房间都是满的，每个储物室都是满的，然后每个抽屉都是满的。那我妈妈说过，不管房子有多大，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填满的。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非常久都不去用，都不会去用的。然后呢，但是你就一直放在那里，也不舍得扔掉。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当时呢觉得很划算，觉得可能会用到，所以就买了。但是买回来以后呢，却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我也买过很多衣服，然后买的时候呢，觉得也不贵，挺好看的，但是买回来呢又不穿。在这个纪录片里呢，也有就是大家在打折的时候，比如说黑色星期五的时候，疯狂的在店里抢购商品的场面。那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呢，还是因为打折觉得特别的划算才去买呢？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或者说我离极简主义者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吧，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比起来，真的是好很多。现在我在买东西之前呢，都会问问自己，我是真的需要这样东西吗？还是我只是觉得它便宜呢？或者还是只是觉得它漂亮，而想买呢？还是说我真的是觉得它有用才去买？那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要让自己觉得这样东西真的是有用的，我才会把它买下来。这其实跟省不省钱没有关系，这真的是一种是一种理念吧。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家里有很多东西真的会吸走你非常多的能量。我喜欢呢，家里桌子上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抽屉里也都不是放得满满的。现在其实很多的广告呢，也给我们很大的误导。我们经常会发现广告里面给我们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就是只有你拥有某件商品，才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成功，更加的快乐，或者呢是更加的让人羡慕。那比如说以前的衣服呢，可能只做2季的，就是天热时候的衣服，或者是天冷时候穿的衣服。但是现在比如说像 Zara 像 H&M 这样的快消品牌呢，他们可能每个月或者每2个月就会有新的衣服放到架子上供我们消费者去选购。那很多的报纸啊、杂志啊，或者是电视的广告，也会告诉我们现在流行什么，然后你需要去买什么。那其实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啊，越是流行的东西，它消失的也越快。可能这个月很流行一件
网眼的衣服，但是很快的到下一个季度呢，它就不再流行了。所以你买来的这样一件衣服，可能你就是只是穿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你就不会再也不会把它拿出来了。但是呢，我也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太过。就比如说，一件名牌的衣服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并不觉得我穿了它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愉快的感觉，或者是可以提高我的身份之类的。那但是如果一件名牌的衣服，当你穿着它的时候，可以给你带来，可以让你感觉又开心又自信，那你为什么不买呢？对不对？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最近呢我更新视频的速度比较慢，那是因为蒙特利尔进入了它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我非常想利用这样难得的3个月呢，好好的享受适宜的温度、阳光和冰激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